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当今世界充满了与食物相关的各种信息，比如说，有人认为白砂糖不好，但却称蜂蜜和黑糖有益；还有人宣称摄入大量铁补充剂对健康有益等等。然而，实际上这些信息并不完全准确。如果你已经迷失在各种有关身体健康的信息中，不知道应该吃什么了，那么通过观看本视频，或许您终于可以得出结论。所以，请务必观看到最后。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医学博士冈本玉老师的让90%疾病好转的逻辑饮食法。视频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寻找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第二，颠覆常识的对身体有害的3种食物；第三，改善90%疾病的自我疗法。首先是第一部分，寻找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就像每个人的面容和性格都各有不同，每个人对于良好饮食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尽管这可能与之前的说法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本书以科学为基础，介绍了目前已知的世界标准的正确饮食方式。您可能会认为，如果每个人对于良好饮食的看法都不同，那么确定正确的饮食方式就会变得困难。但本书中所介绍的只是作为基准的饮食方式。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时，首先要了解世界标准的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了解这一点后，我们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与其一开始就摸索着确定吃什么，不如通过这样的方式更有效率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另外，作者还表示，我们经常听到科学上得出的证据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一般是指过去的研究结果。研究者获得数据后进行验证，并在学术会议上宣布并整理成论文，然后才会发表在专业期刊上，才能称之为科学证据。这个过程通常至少需要3到4年，有时甚至需要5年。换句话说，即使是所谓的最新的科学证据，也至少是5年前的内容。现在科学界的研究正在飞速进展，即使是1到2年前的信息，也会变得陈旧。所以，对于最新的科学证据这个说法，不需要过分在意，只需要理解它是关于一些较早的信息就可以了。针对影响生命和症状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等，确实需要可靠的科学证据。但对于一般范围内的饮食方式，我们无需等待确凿的证据，而是可以自行尝试，并根据经验不断的调整，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请将本书介绍的饮食方法视为这一过程的基础。尽管有一些被视为世界标准的饮食方式，但即使是根据最近的情况来看，世界标准也在逐渐变化。过去，美国农业部提倡的饮食方式曾被视为世界标准，但随后哈佛大学提倡的饮食方式开始受到关注。近年来，地中海饮食被推荐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地中海饮食是指一种被认为有益健康的饮食方式，主要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地区，如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等地。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生理学家安塞尔·基斯在1960年代提出的。研究表明，地中海饮食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如心肌梗塞和中风，同时也降低了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并对减肥也有一定效果。地中海饮食的主要特点包括大量摄入蔬菜、水果、豆类和坚果，脂肪主要来自优质的橄榄油，蛋白质的摄入以鱼类和海鲜为主，尽量减少鸡蛋和肉类，包括鸡肉在内。牛肉和猪肉的摄入量要特别控制，同时可以适量摄入奶酪和酸奶等乳制品，选择未经加工的全谷物。哈佛大学提倡的饮食方式是将食物的比例类比为一餐的盘子。根据哈佛大学的饮食方式建议，一餐中应该有1半是蔬菜和水果，1/4是全谷物，剩下1/4是优质蛋白质，例如鱼、鸡肉、豆类和坚果等。此外，建议减少加工肉的摄入，使用健康的植物油，如橄榄油。还推荐摄入牛奶、乳制品、不含糖的饮料、水、红茶和咖啡等。相比之下，地中海饮食建议减少鸡蛋和鸡肉的摄入。
而哈佛大学的饮食方式则将它们作为蛋白质的来源推荐。尽管地中海饮食和哈佛大学提倡的饮食方式略有不同，但并不需要非要选择其中之一，可以取长补短。作者经营的诊所以地中海饮食为基础，同时融合了哈佛大学提倡的饮食方式的一些优点，并根据最新的研究构建了其诊所推荐的饮食方式。在这种饮食方式中，除了地中海饮食和哈佛大学提倡的饮食方式外，还增加了海藻和蘑菇等食材，并减少了牛肉和猪肉的摄入，但对鸡肉和鸡蛋等没有特别限制。此外，关于脂肪，推荐使用 MCT 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鱼油等健康油，建议限制糖类的摄入。虽然地中海饮食和哈佛大学提倡的饮食方式都没有特别强调糖类的摄入，但根据最新的研究，限制糖类的摄入对健康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当体内的蛋白质过剩时，会与多余的糖结合，产生促进老化和疾病的物质。根据作者的临床经验，适度限制糖类的摄入可以明显改善糖的代谢能力。这不仅有助于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改善，也有助于没有糖尿病的人维持健康。此外，根据经验，限制糖类摄入还可以提高癌症的治愈率。关于水果的摄入量也是一个问题。作者诊所推荐的饮食法建议不要摄入过多的水果，因为摄入过多水果的话，会增加果糖的摄入量，尤其是日本的水果糖分含量较高，所以容易导致糖类过多。虽然哈佛大学提倡的饮食方式推荐搭配蔬菜一起食用水果，但美国的水果糖分含量没有日本高，这可能与此有关。另一个分歧是关于乳制品的摄入。虽然地中海饮食认为乳制品是可以接受的，但哈佛大学和近年来的全球趋势认为牛奶和乳制品应该尽量避免。综上所述，在考虑盐分等因素的基础上，作者诊所推荐的饮食方式的概要如下：限制糖分的摄入，限制牛奶和乳制品的摄入，大量摄入蔬菜，适度摄入水果，大量摄入坚果、蘑菇和海藻，增加食物纤维的摄入，适度摄入蛋白质，选择对身体有益的脂肪，适度摄入，控制盐的摄入，每日不超过8毫克。这种饮食方式目前被认为是融合了当今世界标准的饮食方式优点的最强饮食方式。然而，并不需要完全按照这种方式，重要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能够持续并改善健康状况的饮食方式。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要多吃或者是控制哪些食物？这都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让我们在观察体重、身体状况等变化的同时，来尝试各种不同的食谱。接下来是第二部分，颠覆常识的对身体有害的3种食物。有人说不应该摄入油，但有些油可能对身体有益。也有人说应该减少糖分，但适量的话也是可以摄入的。还有人说牛奶可能对身体有益，但关于其好坏的说法不一。现代是信息社会，对于饮食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困惑，而另一些人则坚持相信某种说法。还有一些人不断追随新的理论。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同的。本书提出了一种关于保护健康和改善疾病的理念，即不要简单地将食品归为好与坏，而是应该根据当前正确的信息来决定如何摄入食品，保持灵活的态度。极端的观点可能会吸引人们的注意，但实际上并不存在100%好或坏的食品。每种食物都有其优缺点，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这一理念决定如何加以利用。食物的正确答案并不是唯一的，10个人可能有10种不同的正确答案。在获得一定程度的科学知识后，我们应该自行判断，而不是被现成的观念所束缚。在这里，我想将食物与健康这个主题作为一个练习提出来。我希望通过举例来探讨3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是第一个问题，玄米是否对身体有益？因为除了米中的糖类之外，其营养素主要集中在胚芽和种皮中，被称为米糠。与白米相比，
玄米保留了这些部分，还有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食物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因此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食品。但并不是说可以毫无顾忌地食用玄米。目前现代人的典型饮食会摄入过多的糖类，这导致了许多不适和疾病的发生。虽然不需要极端减少糖类摄入，但将摄入量减少到大约一半，是保持健康和预防疾病的关键。即使将主食换成玄米，如果摄入过量，也会导致糖类摄入过剩。换句话说，相同量的情况下，玄米比白米更为有益，但如果摄入量过多，同样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适量摄入玄米，而不是简单的认为玄米是绝对有益的食品。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由精白小麦制成的面包和意大利面。选择全麦面包或全麦意大利面可以摄入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食物纤维，这是有益的。但如果摄入过量，同样会导致糖类摄入过多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应认为玄米或全麦面包和意大利面是绝对有益的食物，而只是相对于白米或普通面包而言更为健康。应该注意控制整体糖类的摄入量。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蜂蜜是否对身体有益？许多人认为白砂糖对身体有害。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认为黑糖和蜂蜜对身体有益。与白砂糖几乎只含有一种成分不同，黑糖和蜂蜜含有钾、钙等矿物质，以及微量的多种维生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比白砂糖更为有益。然而，无论是蜂蜜还是黑糖，主要成分仍然是糖类。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补充矿物质等，但如果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肥胖或脂肪肝等问题。在烹饪中使用黑糖或蜂蜜代替白砂糖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都要注意不要过量使用糖类。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铁是否对身体有益？在日本，铁通常与钙、镁、锌等矿物质一起被提及为需要特别关注的营养素。许多人选择服用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这种选择被认为很方便，因为它可以满足人体重要的营养需求。然而，实际上，摄入铁需要谨慎。对于缺铁的人来说，摄入足够的铁是有益的；但对于不缺铁的人来说，如果通过补充剂摄入过多的铁，可能会导致体内铁摄取过量，这可能促进活性氧化物质的产生。这种物质已被广泛认为会加速动脉硬化和癌症等疾病的发生。过量的铁对身体来说是一种强氧化剂，会产生有害的活性氧化物质。通过食物摄取铁不会导致摄入过量，但最好不要依赖补充剂来摄取铁。这就是为什么在欧美，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复合补充剂通常不含铁的原因。在日本，由于许多补充剂含有铁，因此在选择复合矿物质补充剂时，应选择不含铁的产品，并尽量通过饮食获得所需的铁。如果确实存在铁的不足，应该向医生咨询，并根据医嘱服用补铁剂，同时定期进行检查，并在满足需要后停止服用。铁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素，但通过补充剂过量摄取是有风险的，请务必牢记这一点。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改善90%疾病的自我疗法。作者经营的健康诊所提出了自我疗法，其目的是通过个人自我进行饮食生活改善和其他自我护理，以改善疾病状况并促进健康维护。在医院进行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在内，通常被视为临时的应急措施或时间的延缓。大多数医院治疗仅仅是针对当前症状的对症治疗，并未解决疾病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自我疗法是直接针对疾病根本原因进行的治疗。在座的各位可能会有一种意识，即医院提供的治疗是专业和高度的主要治疗，而个人的自我疗法只是一种辅助罢了。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自我疗法才是主要的治疗方法，而医院治疗只是辅助的手段。基于这一理念，
如果仅仅依靠医院开具的药物而没有好转，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句话常常是患者经常询问的问题和对医院的怀疑。但是，仅仅依靠一时的药物来治疗疾病，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在轻微感冒等情况下，尽管在服药期间，身体的免疫力可以清除病毒并康复，但对于慢性疾病，尤其是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而言，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通过自我疗法，可以针对疾病恶化的原因，增强自身免疫力，调整身体状况，从而真正实现改善和治愈。自我疗法不仅仅是医院治疗的辅助手段或安慰剂，而是主要的治疗方法。请务必记住这一点。在自我疗法中，除了本书的主要主题饮食外，还有许多其他生活方面的自我疗法。接下来，我将介绍几个除了饮食以外的主要的自我疗法。尽管我们无法全部实施，但只要尽量采纳一些，疾病和症状就会更容易得到改善。所以，请务必尝试一下。第一个有益的做法是养成良好的睡眠。良好的睡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如果能够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醒来，并且在白天不感到困倦，那就可以称之为良好的睡眠。通常7小时的睡眠时间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尽管每个人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在第二天上午感到困倦时，就需要考虑是否睡眠不足了。要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白天保持户外活动的时间。促进睡眠的激素受到光线的影响而受抑制。在白天户外活动可以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使其在夜晚释放，从而帮助您进入深度睡眠。此外，晒太阳还能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有助于稳定情绪并增强抗压能力。因此，即使不进行体育运动，长时间在户外散步或购物也会产生积极效果。褪黑激素不仅可以提高睡眠质量，还具有抗癌和抗氧化作用，因此保持其充足分泌对健康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以下是一些促进良好睡眠的重要事项：尽量不睡午觉，在早上醒来后的14至16小时后准备睡觉。例如，如果早上7点起床，那么在晚上10点左右就要准备睡觉。晚上睡前3小时以后不要进食、运动或暴露在蓝光下。晚餐后使用黄色的光照明。睡觉时，房间应该是完全黑暗的，因为早晨会妨碍让自然光进入房间，所以不推荐使用遮光窗帘。以上所有方法不需要立即全部实施，只需从能够做到的开始，逐渐增加，以便逐渐获得良好的睡眠。第二个有益的做法是，入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浴缸的温热效果和水压的作用都能促进血液和淋巴液的流动，加上浮力的作用，还能放松身心，让人感到焕然一新。温水有助于打开毛孔，使皮肤更加清洁。适时的入浴也有助于改善入睡质量，促进深度睡眠。为了获得这些好处，建议选择浸泡在浴缸中，而不是淋浴。水温控制在38度至40度之间，时间不超过30分钟。水温可能会让人感觉稍微有点凉，但这种低温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的活动，从而增强身体的放松效果。入浴前后要及时补充水分，最好在睡前1小时左右进行入浴。身体被温暖后，体温一旦开始下降，通常会促使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可以使用一些含有碳酸或水素等舒缓成分的浴盐或浴液，进一步促进血液循环。第三个有益的做法是保持正确的姿势。保持正确的姿势对于维持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生活在现代，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专注于近处而不是远处，因为工作、家务等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这导致了我们更容易出现前倾或驼背的姿势。一旦形成了这种习惯，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浅而短促，血液循环也会受到影响，而我们的心情也会逐渐变得消极和沮丧。低头的姿势容易引发颈部的僵硬和紧张，
导致交感神经处于主导地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就像一架平衡木，当交感神经占据主导地位时，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就会减弱。而当颈部紧张导致交感神经占据主导地位时，我们的自我治愈力就会降低。要改善这种情况，具体方法包括挺直背部，尽量保持良好姿势的意识。随着意识的持续，不良的姿势会逐渐改善。保持良好姿势的另一个技巧是意识到身体重心的位置。肚脐下大约5厘米的地方被称为丹田。在诸如武道等方面，自古以来就认为重心在丹田的话，可以提高身心的稳定性。试着意识到丹田，也就是体重的中心点，尝试站立或行走时都要留意它，你会自然而然地改善姿势的。此外，在家里或工作场所长时间保持相同姿势后，可以抬头或轻轻转动头部。通过频繁地重置身体，更容易保持良好的姿势。第4个有益的做法是调整自主神经的深呼吸。现代人的呼吸往往浅而短促，新鲜空气对于保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有意识地进行深腹式呼吸，可以帮助平衡自主神经。自律神经是与意志无关的神经系统，通过放松的深呼吸，可以增强副交感神经的作用。通过这种方法，身心得以放松，情绪得以平静，自我控制力也能得到提升。而相反的，如果呼吸浅而短促，情绪容易激动，身体容易紧张，自我控制力就会下降。在日常生活中，利用空闲时间进行每天约30次的深腹式呼吸练习，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自主神经平衡，提高免疫力。深腹式呼吸并非是让气体进入腹部，而是充分让肺部吸入空气，导致横膈膜向下移动，使腹部膨胀，因此得名深腹式呼吸。通过这种方法，还可以获得内脏的按摩效果。方法十分简单，坐直身体，轻微张开嘴巴，慢慢深长的呼气，直到无法再呼出气体为止。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0至15秒。接下来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中要意识到腹部的膨胀，这样做有助于顺畅进行深腹式呼吸，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有助于平衡自主神经，提升自我控制力。建议每天至少进行30次以上，尽量达到这个目标。第5个有益的做法是进行小腿肚按摩。我们的身体通过心脏这个泵将被推动的血液循环全身，将氧气和营养输送到各个组织。尽管心脏只有50毫升到60毫升的容积，但通过反复扩张和收缩，5升到6升的全身血液就能持续不断的循环。然而，为了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组织，除了心脏外，动脉也在工作。富有弹性的动脉通过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将血液输送到前方组织。但是，从组织到心脏的血流返回的静脉却不是那么有弹性。静脉只有防止逆流的瓣膜，而没有像动脉那样的弹性。通过运动，肌肉的收缩可以将静脉血流送回心脏，但现代人大多缺乏运动，因此这个功能无法充分发挥。补充这一功能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小腿肚按摩。小腿肚是身体中最靠近地面的肌肉之一，因为地球引力，血液容易在这里积聚。通过按摩小腿肚，可以促进血液返回心脏，从而改善全身血液循环。按摩方法很简单，从跟腱开始向膝盖方向按摩小腿肚，双手指交叠，用力适中的按摩，沿着小腿肚的内侧、中央和外侧移动，还要注意按摩跟腱附近的部位。在温水浴时进行按摩效果更佳。第6个有益的做法是进行指尖按摩。指尖按摩是另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可调整自主神经的平衡和提高免疫力。我们体内无意识地运作的是自律神经系统，自律神经系统会自动对内外的刺激做出反应，控制着循环、上下消化、体温调节、生殖等生理功能。自律神经系统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2部分组成。
在需要时会根据情况切换开关，以保持平衡运作。这样做有助于维持健康状态和自我调节能力。然而，现代人中很多人的自律神经的开关和平衡都出现了问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调整这种情况，那就是指尖按摩。在指尖的两端，具有自律神经调节点的穴位井穴。实际上，通过用手指按摩这个穴位，可以调整自律神经的平衡。方法非常简单，只需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别从指甲根部的两侧挤压，并稍微用力按摩，力度以感觉到轻微疼痛为宜。每根手指按摩约10秒，作为日常的一部分，可以尽量做10次左右的按摩。无论是在坐车、在浴缸里或者看电视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这种按摩。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按摩脚趾，这样效果会更好。按摩的方法与手指相似，同样是从脚趾的指甲根部两侧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挤压，并稍微用力按摩。每个脚趾按摩约10秒。希望我今天介绍的内容对大家能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